想领证进门，先把这单子上的条件全答应，少一样，今天这证别想领。阿姨，我今天是来跟陈雅领证的，你这是闹哪出啊？我女儿不能白白跟你过日子，总得有个保障。68万彩礼，换房加陈亚明，汽修店一半利润给陈磊周转，连他结婚的钱都要我出。姐夫，我房子都看好了，就差你这笔首付。你当姐夫的，总不能看着我打光棍吧？你买房，凭什么算我头上？你娶我女儿就是陈家女婿，陈磊的事儿你不管谁管？陈雅，咱们谈了2年，说好今天领证好好过日子，这些条件你提前知道吗？我妈也是为我好，你别一来就让大家难堪。难堪的不是我，是你们一家子。68万，今天转到陈磊卡上。房子下午就去加名，店里利润每月按时打，少一样，这婚就不用结了。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店是我熬了3年夜修流车攒出来的，跟你们家半毛钱关系没有。不加名，我女儿嫁过去算什么？给你白干活当保姆吗？这2年给陈雅买首饰3万8，他家换家电2万，陈磊订婚我垫5万，零零嘴种10几万，到底是谁白过日子？合着拿了10几万还不够，还要房子要店，这哪是嫁女儿，这是搬家底儿啊！原来是卖女儿养儿子，真开眼了！那些都是你自愿的，谈恋爱花点钱怎么了？68万彩礼，欢房加名，店铺分利，今天少一样就不领证，是你们说的吧？娶媳妇本来就该出这些，你个大男人跟女人算账要不要脸？行，既然谈不拢，这婚我不结了。你走，我看你能硬气多久？不出3天，你肯定回头跪着求我们。客户张先生那台白色丰田呢？勇哥，上午陈磊来了，说你答应让他试驾2天，我拦不住，他拿了钥匙就走了。张先生，对不住，您的车被陈磊私自开走了，我现在带您去把车找回来，所有损失我让他1分不少赔给您。我的车他也敢动，我下午还要跑高速接客户，真出了事他担得起吗？姐夫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车你也敢私自开出来装阔？我姐夫答应借我的。我什么时候答应的？客户送修的车，你偷拿钥匙开走，这叫偷。原来这车不是他姐夫送的，我还以为他傍上有钱姐夫了。合着是偷开客户的车来装叉，也太丢人了。这2天的违章、全车检测费，还有我耽误跑高速的误工费，一共8200，现在转我，不然我直接报警，按偷车算。姐夫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！自己闯的祸，自己担。以后再敢碰我店里的车，就不是赔钱这么多。全公司都知道了，我以后还怎么上班？刘勇这孙子故意让我丢脸。反了他了，不就开他个破车吗？居然让你赔钱！你私自开人家客户车本来就不占理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姐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？要不是他带车主过来，我能这么丢人吗？都是他的错。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他害我儿子丢脸，就得从别的地方补回来。明天我就去找他，彩礼的事儿不能就这么黄了。可他都已经说退婚，哼，退婚？他想退就退，我女儿的青春损失费，他总得赔。
小勇回来啦，快过来瞧瞧，这主卧采光好，给蕾蕾当婚房正合适。谁给你们的钥匙？谁让你们进我家的？雅雅给的钥匙啊，都是快成亲的人了，来看看新房怎么了？就是，以后都是一家人，帮你规划规划，省得你费心。保安是吗？我是12栋业主，有人私闯我民宅，麻烦上来几个人把人请出去。你喊保安？你疯了？我是你丈母娘。我没跟你女儿结婚，你不是我丈母娘。私闯民宅，按规定可以拘捕。几位，请吧，业主没邀请你们，私自进来不合规矩。我就不走，我看你们敢碰我！不走是吧？那我把你们私闯民宅、乱涂我墙面的视频发业主群，让全小区都看看你们是什么人。嫂子，快走吧，别拍了，太丢人了！你敢这么对我，我跟你没完！师傅，现在过来换全套防盗锁，越安全越好。想占我的房子，门都没有。真以为我是软柿子，想捏就捏？小勇，来坐下，都是至亲骨肉，别把婚事闹得没法收场。你道个歉，说2句软话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勇啊，不是姑说你，领证当天拔腿走人，姑娘的脸往哪儿搁？你一个大男人低个头不丢人。就是小勇，听姑一句劝，婚事都谈到这份上了，为了几句话黄了，不值当。道歉，不可能。这是这2年我给他家转的10几万明细，还有前天他们私闯我家的证，这是物业开的证明。前天有人私闯我家，在墙上画尺寸线。这么多钱，小勇，你之前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你还留着这个？你那天拍了照，还去开了证明？你不是在业主群里闹着要说法，我帮你留好了证据。小勇，一家人何必闹这么僵，太伤和气了。不，前天他们堵在民政局门口拿清单砸我脸的时候，他们想过和气吗？刘勇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68万彩礼，房整加名，店铺分立哪一条不是绝路？小勇，那之前还怪你冲动，现在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这婚咱不结就对了。行，刘勇你狠，咱们走着瞧。你最好别后悔。哎呦，我得回去接孙子。那什么，我炉子上还炖着汤。妈之前啥都不知道，苦了你了。妈，让你操心了。他们要是再来闹，你别搭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。你终于肯找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能硬多久呢。私闯民宅那事儿，你跟我妈道个歉就算了。她年纪大，你一个晚辈，跟她计较什么？陈雅，我今天来不是道歉，是算账。算账？你算什么账？你一个修车的，跟我算账？过去2年，我转给你的大额红包，买给你的3金首饰，给你家店铺的人情往来，一共16万8千。既然婚不结了，这些钱
你得还。刘勇，你要不要脸？那些都是你自愿给的，谈恋爱花的钱你还好意思往回要？我是奔着结婚花的钱，现在婚结不成了，大额的彩礼礼金，法律上本来就该退，你自己考虑清楚。给你3天时间，3天内转给我，你留了首饰，人财两清。3天后没动静，我就走法律程序。到时候你不仅要还钱，还会上失信被职人名单。你的教师资格证年审、公积金贷款，甚至以后孩子上学都会有影响。你居然敢威胁我！是你们先算计我的房、我的店、我的钱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欠谁。你做梦，1分钱都别想要！既然好好说不听，那就走正规路子。刘勇，你这个负心汉，骗我女儿感情还敢要钱！今天不给个说法，你别想做生意！再砸门我报警了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我们就闹了，怎么着？他骗人家姑娘，还不许我们讨公道啦？你好，我这边是永成汽修店，有人聚众堵门闹事，扰乱正常经营，麻烦过来处理一下。你还敢报警？警察还能管家务事儿？我看你是心虚了。是不是家务事，大家心里有数。他们要68万彩礼，要我房子加名，要我店铺分利，没答应就来堵我店。前几天还私闯我家，物业都有记录。今天又来堵门寻衅滋事，警察来了正好一起算。原来是天价彩礼没要到，来人家店里闹事儿啊，也太不讲理了！私闯民宅还堵店，这家人是泼皮吧？谁报的警？怎么回事？我报的警。他们聚众堵门，扰乱我正常经营，还出言诽谤。店里有监控，都录下来了。跟我回所里做笔录。有纠纷走法律途径，不许堵门闹事儿。这家人也太损了，故意剪视频造谣你。现在好多人都在问咱店是不是黑店，好几个预约都取消了。他们会剪视频，我们就不会放完整版。完整版？昨天孟泉公公全录来了，他们提条件撒泼的画面都有，还有民政局那天的路人视频，我早就存了。勇哥，好多人说要来咱店里修车支持你，还有人发朋友圈帮咱澄清。他们想毁我名声，我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他们是什么德行。现在全公司都在传我偷车，领导都找我谈话了。刘勇这是要毁了我！都是你！当初要是看紧点儿，能闹成现在这样？
不知道他这么狠，又是报警又是发视频的，他根本就不念旧情。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他好过。他不是靠修车吃饭吗？我就给他店里找点麻烦，让他开不下去。对，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不然他真当我们陈家好欺负。陈磊，私开客户车辆装货，还在公司造成恶劣影响，你自己说怎么办？主管，都是误会，是我姐夫跟我闹矛盾，故意整我。你好，我是永城汽修店的刘勇，今天打电话是反映你们员工陈磊私自开走我们店客户送修的车辆，还冒充是自己的车到处炫耀。车主已经报警备案了，他也赔了钱，我就是提醒贵公司一下。这种品行的员工做业务对接恐怕不太合适。车主都报警了，你还跟我说是误会？总经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公司早就强调过员工品行问题，你这事儿闹得外面都知道了，严重影响公司形象。得被辞退了，去人事办手续吧，这个月工资照发。啊，刘勇，是你故意害我丢工作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偷开客户车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这只是开始，你再敢打我店的主意，后果比这严重的多。刘勇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李哥，真要砸呀？万一被抓了咋办？怕什么？砸完就跑，谁知道是我们干的？他害我丢工作，我就毁他的店。等你半天了，终于来了。陈磊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深夜砸店，这是犯罪！走，快跑！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跟我们回所里。刘勇，你算计我！你故意设套等我！你不来砸店，我怎么算计你？是你自己送上门的。小勇，阿姨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蕾蕾这一次吧。她还年轻，留了阿锦这辈子就毁了。他深夜砸我店，油漆、工具损失加起来3万多，按规定已经够立案标准了。故意损坏财物，数额较大，确实可以刑拘。你们要是能达成谅解，赔偿到位，可以从轻处理。我们赔3万，我们赔，你写谅解书行不行？3万是损失赔偿，还有之前赌店造成的经营损失、名誉损失，一共5万，加起来8万，钱到账我就写谅解书。好，8万就8万，你说话算话。勇哥，肯定是陈家人干的，到处造谣说咱店偷换客户零件用假机油，现在好几个预约都取消了。他们还真是不死心。那咋办啊？再这么传下去，生意都没法做了。光吵架没用，得走正规路子，让他们赔钱道歉。我联系一下老同学，他是做律师的，问问怎么走程序。对，走法律程序，让他们赔个底朝天。跟我斗，我看他这店还怎么开。妈，万一他又报警怎么办？
怕什么？网上说两句而已，他还能抓我们？大不了他也说我们呗。什么？他要调解让我们删帖道歉？妈，刘勇找了社区调解，还要赔5万块钱损失。什么？就网上说两句还要赔钱？不可能吧？他吓唬人的吧？调解我们不去不就行了？不去，看他能怎么样？我就不信他还能真告到法院去。打官司费钱又费时间，他耗不起。就是，他一个开修车铺的，哪有那闲钱闲工夫打官司啊？高中毕业就没联系了，也不知道他还做不做律师。喂，您好。喂，请问是林婉晴吗？我是刘勇，高中3班的刘勇。刘勇，老同学啊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确实有点事儿想麻烦你，我这边有点民事纠纷，想问问你能不能接？没问题啊，你大概说下情况。情况我大概懂了，彩礼返还加名誉侵犯，2个诉求都合理，证据你都留着对吧？转账记录、监控、报警记录都有。那没问题，案子我可以接。我这2天手头有个案子要收尾，下周1我有空，咱们见面细聊。行，那就下周1，麻烦你了，老同学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到时候见。勇哥，怎么样？你同学接吗？接。他说下周1见面细聊，专业的很，一听就懂。那就好，有律师帮忙，看陈家还怎么嚣张。他说证据齐全，赢面很大，等下周1签了委托，就给陈家发律师函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好好收拾他们了。放心吧，他就是吓唬人。哼，打官司多费钱啊！他一个开修车铺的，舍得花那钱？可别大意，万一他真告了咋办？告就告呗，我们也找人说，大不了就说他先对不起雅雅的，我们只是实话实说。妈，他真不会告吧？放心吧，打官司少说半年，他耗不起。再说了，网上发帖的又不是我们一个人，他能告得过来？我总觉得不踏实。他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做事特别狠。有什么不踏实的？你就是太胆小。他要是真敢告，我们就去他店里闹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小刘，我一直信你，你怎么能干偷换零件这种事儿？我那车刚在你这儿保养完，我心里一直犯嘀咕。王大爷，您放心，我店里从来不用假件，也不会偷换零件，这都是有人故意造谣。可网上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还有人说自己车被换了旧件，那都是陈家的人故意发的，他们跟勇哥有过节，故意抹黑我们店。过节归过节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反正我是不敢在这修了，我换别家。王大爷，您的车每次保养换的什么件、什么牌子、零件编号，我这都有记录。您要是不放心，我现在就给您拆检，有问题我10倍赔您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当着您的面拆，假一赔10。您看，这是原厂件的编号，官网能查。您上次换的机油、桶我都留着，在那边架子上，您可以去验。还真是原厂的，看来真是造谣啊！看着确实没问题，零件都是新的，估计真是仇家故意黑的。现在网上造谣成本太低了。小刘啊，对不住，大爷我没搞清楚就来质问你。没事，大爷，您有疑问很正常。我开店做生意，靠的就是实在。勇哥，还是你厉害，当场拆检就把谣言破了。治标不治本，还是得等律师走法律程序。
让他们公开道歉，才能彻底把名声挽回来。妈的，他居然当场拆检！现在群里都开始说我们造谣了。算他机灵，不过没关系，一次不行就2次，他总不能每辆车都当场拆吧？明天我们找几个人，假装客户去他店里修车，故意找事儿，我就不信他店不出一点错，抓住错检就往大了闹。老板，我车在你这儿修完，怎么越看越费油？是不是给我换了假零件？大哥，您车什么时候修的？修的什么项目？我们查一下记录。就上周修的发动机，现在开着没劲还费油，肯定是你们偷换零件了。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大哥，您说上周修的发动机，麻烦说一下车牌号，我调一下维修记录。车牌号我记不清了，反正就是在你这儿修的，修完就出问题了。我们店修车都有登记，车牌号、车主电话、维修项目全有。您说不出车牌号，也没维修单，怎么证明是在我们这儿修的？我就是在你这儿修的，你别想赖账！今天不赔我5000块钱，我就不走了。确定不走是吧？不给钱就不走。行，那我报警。有人冒充客户上门敲诈勒索，正好让警察来查查你们是谁派来的。你报什么警？这点小事至于吗？是不是小事儿？警察来了说了算。算我倒霉！今天先不跟你计较。怎么回事？刚报的警，你们就要走？警察同志，这3个人没在我们店修过车，上门说我们换假零件要5000块赔偿。有维修凭证吗？我记错店了，对不起啊，走错了。走错了，大张旗鼓闹半天说走错了，跟我回所里说明情况。勇哥，你太神了，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来找事儿的。太明显了，连车牌号都说不出来，不是托是什么？肯定是陈家人派来的，太损了。应该是，他们也就这点手段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总不能天天等着他们来找事儿吧？不等了，我跟婉晴说一声，下周一见面就把委托签了。早点走法律程序，早点清静。亲家母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儿子悔婚骗我女儿，现在还要告我们，你管不管啊？你松开，有话好好说，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？阿姨，我跟刘勇谈了2年，我是真心想跟他过日子的，我没想到他这么绝情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不是前阵子说要结婚那家吗？听着是男方悔婚，不对呀，之前不是说女方要天价彩礼吗？什么天价彩礼啊？就是他变心了，外面有人了，故意找借口甩了我女儿。我女儿清清白白跟他2年，现在名声都毁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儿子是什么人我清楚，明明是你们要68万彩礼，还要房子要地，谁要了？你有证据吗？你儿子就是负心汉，你这个当妈的也不管管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气的。他们堵在单元楼门口，当着邻居的面胡说八道，说你外面有人了，说我家教不好。他们还真敢说。小勇啊，这家人怎么跟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啊？要不咱算了，别跟他们纠缠了，太影响生活了。妈，不能算，现在算了，他们只会觉得我们好欺负，以后还会来闹。等官司赢了，他们公开道歉，就没人信他们的鬼话了。打官司会不会很麻烦？会不会耽误你店里生意？放心吧，妈，不会耽误太久。以后再看见他们，别搭理，直接给我打电话。今天可把他妈气坏了，当着那么多邻居的面，
我看他脸往哪儿搁。妈，还是你厉害，就得从他妈那边下手。老人最要面子了，说不定就劝刘勇和解了。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万一刘勇更生气了怎么办？生气怎么了？他越生气越好，最好气的同意和解，把彩礼钱给我们，这事儿就算了。就是，他要是聪明点儿，就乖乖给钱了事儿，不然我们天天去堵他妈，看谁耗得起。婉晴，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。他们昨天堵我妈小区门口，造谣我出轨，把我妈气坏了。这个能不能也加到诉求里？当然可以，这属于加重情节，还能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。阿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气得慌。你跟阿姨说一下，再碰到直接报警，别跟他们正面冲突，留好证据就行。好，我回头跟她说。对了，下周一见面的话，我需要带什么材料？把你手里所有的证据都带上，转账记录、监控视频、报警回州、造谣截图都拷到 U 盘里。行，我都整理好了，周一过去直接签合同，对吧？对，合同我提前拟好，咱们是老同学，费用我就按最低标准收，你放心。那可太谢谢你了，本来还怕麻烦你，没想到你这么爽快。跟我客气什么？高中时候你还帮我搬过书呢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勇哥，聊完了，林律师咋说？下周一签合同，他说能加精神赔偿。太好了，这下陈家可惨了。勇哥，你这同学高中时候跟你熟吗？还行，坐前后桌。那时候他就是学霸，安安静静的，没想到现在成大律师了。长得好看不？要是单身的话，你这不正好近水楼台？别瞎说，人家是来帮我打官司的。我就是说说嘛，你跟陈雅也黄了，正好重新开始。妈，我又找了几个号，明天再发一波，就说刘勇家暴，把他名声搞臭。对，多发点儿，我就不信他店还能开下去。等他店垮了，肯定就来求我们和解了。到时候不仅不用还钱，还得赔我们钱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儿。你好，我们是市场监管局的，接到匿名举报，反映你店销售假冒品牌机油，涉嫌偷税漏税，这是检查通知书，麻烦配合核验。勇哥，铁定是陈磊那小子干的，昨天还在车友群发语音咒咱们关门呢。行，配合检查。机油都在里间库房货架上，进货条章、维修登记本、报税记录全在前台资料柜里。那我们先去库房核验防伪溯源码，你安排个人跟着就行。每瓶瓶身都有溯源二维码，你们随便扫。哟，这是犯啥事儿了？看来得换地方了，可不敢拿我车瞎试。王叔，你别瞎拍瞎传行不行？我们开五六年店了，正经做生意。没事，能有人专门举报，无风不起浪嘛。我可不敢拿我10几万的车开玩笑，回头修坏了找谁哭去？完了完了，老王那张嘴你还不知道，回去街坊邻居一传，半个老街都得误会，这往后生意还怎么做啊？慌什么？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查完有官方盖章的结论书，比跟人解释100句都管用。都核实过了，在售机油全部是正品，经营资质和纳税申报也都合规，举报内容不实。这是检查结果通知书，你收好。麻烦各位跑一趟了，正好借官方的结果帮我澄清，心里大概有数。我的妈呀，可算走了，我这心悬了一上午。哎，勇哥，你快看车友群，陈磊刚发的。还敢往上凑，真是不怕事儿大。我给林律师打个电话，问问这事儿能不能跟之前的事儿一起算。喂，林律师，我刘勇，我店今天被一名举报卖假机油，市场监管局上门查了一上午，结果是举报不实。我怀疑是之前陈家那儿子陈磊干的，他之前就在车友群造过谣。行，我一会儿把通知书和截图都拍给你。
你看看能不能追加经营损失和名誉损失的赔偿。勇哥，你快过来看，陈磊开了仨小号在那儿蹦的。一会儿说你把废机油过滤了，重新装瓶卖；一会儿说你靠骗婚讹钱开的店，好多车主都在说要退预约的保养。别跟他对骂，你越跟他吵，他越起劲儿，旁人看着还像咱们心虚。那咋办啊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造谣吧？这都10几个人私信我说要退钱了，再闹下去，这周的活都得黄一半。别废话，直接甩证据。光发几张图有用吗？他肯定又说咱们是 P 的，这种人最会颠倒黑白了。有监控视频，有官方红章，他说 P 的，就让他也 P 一个带时间轴的出来。哎，这不对呀，官方都查完说没问题了。刚才那几个号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我还以为真出事了呢。勇哥，你看，勇哥，你看，有人把他底扒出来了。之前他卖事故车坑人，被群主踢了，这是换小号来报复呢。各位老少爷们儿，今天市场监管局上门检查的事儿，大家也都看见了。官方结果在这儿，是谁恶意举报、造谣抹黑，我心里有数，就不点名了。之前预约的保养照常做，今天到店的老客户，机油、滤芯全送，算是给大家赔个惊扰。勇哥，咱们平白无故被造谣，还送东西啊，这不得亏好几百？亏点小钱换口碑，值。真要是因为这谣言黄了半个月生意，亏的可比这点滤芯钱多。哎，你看，陈磊那几个小号全退群了，估计是没脸待了。他哪是没脸，是憋着坏呢。你看着吧，消停不了2天，指不定回头又想什么幺蛾子。不能吧？都锤成这样了还敢闹，他就不怕你真告他？他要是懂怕，就不会干匿名举报的蠢事儿了。咱们最近多盯着点门口和监控，别让他钻空子。刘勇，你给我出来，别躲在里面装死啊！有本事造谣，没本事露面是吧？我去，他还敢主动找上门来，看我不把他踹走！别动手，一动手就有理说不清了。回头他在躺地上讹你，我出去看看，你在里面盯着监控。有事说事，别在我门口踹东西。警示牌踹坏了，照价赔偿，120一个。赔偿？我还没找你要赔偿呢！你骗我姐感情，骗我们家彩礼，还害我在车友群丢尽面子。今天你不给个说法，就别想做生意。彩礼我退了8万8，一分不少，转账记录都有。离婚是你姐提的，怎么就成我骗了？退8万8就完了？我姐跟你领证大半年，青春损失费不用给，我工作因为你黄了，误工费不用赔，还有我买房的首付，你当初跟我姐谈恋爱的时候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说不算就不算。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买房首付？空口白牙就敢乱说？你跟我姐处对象的时候说的，你说以后都是一家人，我买房你肯定帮衬。怎么？现在离婚了就想赖账？这不是前阵子闹离婚那家吗？男方就是开这家汽修店的。我听我同事说，是女方家临时要60多万彩礼，还要给弟弟买房首付，男方不肯才离的婚。这弟弟怎么还找上门了？别听他瞎造谣，都是他骗婚，他就是个专门骗小姑娘的骗子。你放屁！明明是你们家狮子大开口，逼勇哥给你买房子，还逼他把汽修店分你一半，要点脸行不行？你个小学土地公插什么嘴？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滚一边去！别碰我徒弟，有话好好说，再动手我直接报警。你报啊！
你敢报警，我就敢在你门口坐一天，我看谁还敢来你家修车。大不了咱们耗着，看谁耗得过谁。门口3个监控全拍着呢，你寻衅滋事、推人伤人，真进去蹲几天都是轻的。你吓唬谁呢？我就不信你真敢报警，你就不怕我天天来闹？喂，派出所吗？我是老街永成汽修的，这儿有人伤。哎，你别打，有话好好说。叔，我来跟你说点事儿。你家陈磊今天上午跑到我汽修店门口闹事，还匿名举报我卖假机油，市场监管局都上门了。这事儿你知道吗？你还有脸找上门？我儿子怎么不去举报别人，就举报你？肯定是你自己做生意不干净，被人抓住把柄了。市场监管局查了一上午，机油、调账、报税记录全查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正式的结果通知书都开了。婶子，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把照片发你微信上。爸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塞钱托关系摆平的。他肯定是个摆平的，肯定跟里面的人认识，串通好了的。闭嘴！我问你，匿名举报是不是你干的？他骗我姐，害咱们家在街坊面前丢尽面子。我就是要让他生意做不成，让他没法在老街待。混账东西！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背地里搞小动作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当面说清楚！你打他干什么？儿子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要不是刘勇反悔不给出首付，磊磊至于干这些事儿吗？你不帮着自己儿子，反倒帮外人。当初谈彩礼，说好的8万8，领证前3天，你们临时涨到68万，还要我房子加上陈雅名字，汽修店分陈磊1半股份。这些要求我当时就说办不到，怎么就成我反悔了？拖着我家雅雅大半年，现在说离就离，我女儿名声都毁了，以后还怎么嫁人？是你们说先领证，后面慢慢商量，转头就逼我签财产协议，不签就不让出门。刘勇，这事儿确实是我们家做的不对，磊磊这边我替他给你道歉，以后我盯着他，不让他再去你店里闹了。他必须给磊磊拿20万首付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就不信他不怕我们天天闹。你少说2句！再闹下去，磊磊真被抓进去留个案底，你就满意了？到时候别说买房，连工作都找不到。之前的事儿，彩礼退了，婚离了，本来就该两清了。要是再闹下去，我这边律师都找好了，就只能走法律程序了。到时候该赔的赔，该担责任的担责任，谁都跑不掉。我把话放这儿，以后谁都不许再去找刘勇麻烦，听见没有？凭什么啊，爸？他都把咱们家欺负成这样了，你还让我忍？我忍不了。就是凭啥忍？雅雅名声毁了，磊磊房子首付没着落，咱们家吃这么大亏就这么算了？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在老街抬头做人？不算了还能怎么样？真让磊磊去寻衅滋事，被派出所抓进去蹲几天，留的案底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上次我听你的，偷偷去刘勇家拿钥匙包，已经是踩法律的线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爸妈，要不咱们跟刘勇好好说说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我也不想再闹了。你懂什么？算了算了，你就知道算了。你弟弟房子不买了，对象不谈了，你以后回娘家脸往哪搁？我告诉你陈雅，这事儿你别想打退堂鼓。要不是你当初没抓住刘勇的心，能有现在这些事儿？可是闹下去也没用啊。刘勇现在都找律师了，再闹下去咱们也讨不到好，反而更丢人。姐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他都找律师了，咱们就更不能怕。他有律师，咱们不会也找，大不了律师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？你拿什么跟人家破？人家证据全得很。你偷开客户车，堵他店门，匿名举报，上门闹事，真打官司，咱们输定了，到时候还得赔人家钱。赔钱？凭啥咱们赔钱？他耽误我女儿青春，耽误磊磊买房，该他赔咱们钱。你讲点道理行不行？
当初是咱们临时涨彩礼，要房子要股份，换谁愿意？刘勇能和平离婚退彩礼，已经算仁至义尽了。你非逼着人家把家底儿都掏出来给磊磊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我不管，磊磊是我儿子，他买房娶媳妇，当姐姐姐夫的就该帮衬。刘勇既然跟雅雅结过婚，就有义务帮磊磊。爸妈，你们别吵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想干什么歪主意？我告诉你，不许再去人家店里闹事儿。知道了，我不去店里闹还不行吗？明晚跟我去趟永城汽修，趁没人把他监控硬盘和客户账本拿走。没了证据，我看他拿什么告我。事成之后，我请哥几个喝酒。这个警车是不是冲咱们来的？别废话，赶紧把硬盘拆了，走后门。晚了就真栽进去了。我在这儿等你们2钟头了，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。你故意设套坑我，你早就知道我要来。上次你爸偷拿我家钥匙包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死心。旧门禁卡我故意没注销，就是等你自己送上门。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是他逼我来的。他说世成请我喝酒，我就是跟着搭把手，我啥都没拿呀。撬门入室，损毁监控设备，还想盗窃客户资料，胆子不小啊！我没偷，这是我姐夫的店，我进来拿我姐的东西，我们是亲戚，凭什么抓我？第一，我跟你姐早离婚了，没半毛钱亲戚关系。第二，你撬的是放客户维修档案和账本的柜子，拿你姐东西用得着撬这个？第三，门口监控，你俩撬门的全过程，我手机也录着，赖不掉。你算计我！你故意挖个坑让我跳！少废话，有话回派出所上说。警察同志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这是我儿子，他就是来拿点自己家东西，你们不能抓他呀！婶子，大半夜撬门撬锁拿东西，哪家亲戚这么拿东西？刘勇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故意害我儿子，你设圈套坑他，我跟你没完！家属请配合工作，再阻碍执法就一起带回所里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不能拘留他呀！他还小，不懂事儿，就是一时糊涂。刘勇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咱们以前都是一家人，你至于把事儿做这么绝吗？婶子，他大半夜撬我店门，毁我监控，偷我客户账本，这叫一时糊涂。我没偷成，我啥都没拿走，你凭什么告我盗窃？盗窃未遂也是盗窃，故意损毁财物也是事实。监控硬盘都被你拔坏了，里面半个月的记录都没了，客户补登信息得花1周，这账总得算吧？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寻衅滋事、故意损毁财物，至少拘留5到10天，还得赔偿对方损失。你们要是能达成谅解，赔偿到位。刘勇，你看这事儿都是亲戚一场，你就谅解一下呗，赔偿我们赔，你说多少就多少，别让磊磊留案底，行不行？谅解不了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之前堵我店门，匿名举报上门闹事，我都忍了。这次直接半夜撬门，下次是不是敢放火烧店？刘勇，叔知道这事儿是磊磊不对，叔给你赔不是，你就看在以前跟雅雅一场的情分上，饶他这一次。说，情分早就在你们一次次闹的时候耗没了。当初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，不就是撬个门吗？你能损失多少钱？我赔你2000块顶颠了，你还想讹人咋的？2000，我监控主机加硬盘3800，客户资料补生得花1周工时，再加上停业损失，少说15000。你觉得2000够？那就等着派出所按流程处理吧。你抢钱啊！15000，你怎么不去抢？嫌贵就别干这事儿，干了就得担着。你们先自己商量，商量好了再叫我。商量不成就按正常流程走，该拘留拘留，该赔偿赔偿。你别闹了，再闹磊磊真要被拘留了。那怎么办？他摆明了讹咱们。
刘勇，忙呢？叔过来跟你说2句话。坐吧，叔。这点东西你拿着，补身子的。昨天的事儿是磊磊不对，叔再给你赔个不是。东西你拿回去，我不收，有事说事就行。叔知道这阵子我们家闹得不像话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磊磊那孩子从小被惯坏了，不懂事儿，可他要是真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就毁了。你看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叔，机会我给过不止1次了。赌店门那次我没报警，匿名举报那次我也没追究，是他得寸进尺。这次都敢半夜撬门了，我这次饶了他，下次他指不定干出什么更出格的事儿。叔保证，叔回去肯定好好管他，以后绝对不让他再找你麻烦。你要是不解气，我让他给你磕头道歉都行。不是道歉的事儿，叔，我开这个店靠的就是客户信任，他要是把我客户账本拿走泄露了，我这店就没法开了。这不是小事儿，是砸我饭碗。可磊磊他还年轻，要是真有了案底，以后工作结婚都受影响。叔就这一个儿子。叔，他20多了，不小了，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了。你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辈子。这次让他受点教训，未必是坏事。行，叔懂了，是我们家对不起你，这事儿按规矩来吧。赔偿我可以少要一点，主机硬盘的成本价就行。工时和停业损失我不追究了，但谅解书我不能出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行，叔谢谢你了，是我们家没教好孩子，怨不得别人。勇哥，你真打算少要赔偿啊？他们家那么过分，就该让他们多赔点儿。一码归一码，陈叔人还行，就是管不住老婆儿子。咱们占理就行，别把事做太绝。目前整理出来的诉求一共5项：第一，返还彩礼差额及3金；第二，车辆侵占造成的维修和停运损失赔偿；第三，名誉侵眩，要求公开道歉加精神损害赔偿；第四，多次扰乱经营造成的停业损失；第五，这次故意损毁财物的赔偿。这么多，我以为就是彩礼和造谣的事儿。他们闹了这么多次，每一次都对应不同的侵权责任。你证据留得全，聊天记录、监控片段、派出所笔录、市场监管局的通知书都有，胜诉概率很大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来。以前我总觉得抬头不见低头见，闹太僵不好，现在看来，越退他们越得寸进尺。你这不是心软，是守规矩。但对付不守规矩的人，就得用规矩说话。还有，陈累那次夜闯，虽然是盗窃未遂，但也可以作为加重对方过错的情节，提高赔偿额度。赔偿多少其实我无所谓，主要是想让他们知道，不是撒泼打滚就能解决问题的，该是谁的责任，谁就得担着。心态挺好，很多人碰到这种事儿，要么憋着气忍了，要么跟着一起闹，你还能保持理性，挺难得的。嗨，以前也气到想动手，后来想明白了，动手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把自己搭进去，不值当。遇见你之后更清楚了，有正规路子走，没必要跟他们掰扯没用的。那行，你在这儿和证据清单上签字，我回去就整理起诉状，下周去法院立案。辛苦你了，老同学，这事儿本来跟你没关系，还让你跟着操心。客气什么？高中你帮我搬了3年书桌，还帮我修过自行车链条，这点事儿算什么？再说了，我也看不惯一家子人合起伙来欺负老实人。行，那等这事儿了了，我请你吃顿好的，地方你挑。好啊，我可记着了。你好 ，EMS 快递律师函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律师函？谁寄的？寄件人是林律师，收件人写的你们一家3口，你签个字就行。你们快出来！出事了！喊什么喊？咋咋呼呼的，天塌了！你自己看，刘勇那小子真把咱们告了，还寄律师函过来了。他要求咱们3天内删除所有造谣内容，公开道歉，还要赔偿各项损失，不然就正式起诉。我早说过别闹别闹，你们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人家真走法律程序了。起诉就起诉，谁怕谁呀？他还能把咱们吃了？我就不信他能赢。不就是几张纸吗？吓唬谁呢？妈，律师函都寄过来了，说明人家证据都准备好了。真打官司咱们肯定输，到时候不仅要赔钱，还得留记录，街坊邻居知道了更丢人。丢什么人？丢人的是他。
骗婚骗感情，他还有理了？我就不道歉，我看他能怎么样？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人家律师函上列的哪条是假的？堵店门、造谣、匿名举报、磊磊撬门，哪件不是咱们干的？真上了法庭，咱们全是理亏的。理亏怎么了？我就不信法院还能逼我道歉。大不了就撒泼，我看谁敢判我。妈，你别闹了，撒泼在法院没用，真强制执行了，咱们更难看。我撕了他，看他还怎么告。没有证据，我看他怎么赢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律师函只是通知，人家手里证据多的是，你撕了有什么用？我不管，反正我不道歉也不赔钱，他有本事就来抓我。哎，你听说没？陈家那儿子半夜撬人家汽修店门，被警察抓了。可不是嘛！我家老头子昨天早上亲眼看见的，警车都来了，直接给押走了。听说刘勇都寄律师函了，这家人真是贪得无厌。以前就觉得他们家过分，彩礼临时涨3倍，还要给儿子买房首付，哪有这么嫁女儿的？现在好了，把人家逼急了，自食恶果。谁说不是呢？怎么家里人这么糊涂？以后谁还敢跟他结亲家呀？弟弟就是个无底洞。你们在背后嚼什么舌根呐？会不会说人话？我们说我们的，又没点名道姓，你急什么？对号入座啊！你们不就是说我们家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都是刘勇那小子陷害我们家磊磊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骗婚骗钱，不得好死！哟，还骗婚呢？人家律师函都寄到家里了，真骗婚能告你们？自己家儿子干了违法的事儿，还往人家身上泼脏水，要不要脸啊？再说一遍，我撕了你的嘴！行了行了，大街上吵什么吵？本来就是你们家不对，还不让人说了？我们家怎么不对了？有本事回家闹去，别在这撒泼！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好好的亲家做成仇人，全是他自己作的。刘勇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他婶子，你咋来了？有事进来说。我不进，我就在这儿说。刘勇呢？让他出来！他害我儿子被拘留，还寄律师函告我们。今天他不给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有话好好说，你喊这么大声，街坊邻居都听见了，多不好啊！不好，他做得出还怕别人说？我儿子现在在派出所蹲着，留了案底，这辈子都毁了，我还怕什么不好听？磊磊那是自己半夜撬人家店门，犯了法，警察才抓的，跟刘勇有啥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？要不是他设圈套坑人，磊磊能进去吗？他就是故意的，心眼比曾坚还小，以前还喊我婶子，转头就害我儿子，真是白眼狼。娟子，有话好好说，你这堵人家门口喊，像什么样子？张婶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家刘勇骗我女儿感情，离婚了还不肯帮衬我儿子买房，现在又把我儿子送进去，这是要把我们家往死里逼啊！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听我孙子讲，是磊磊半夜撬人家店门，还想偷人家账本，这本来就不对。怎么连你也帮着外人说话？我们家磊磊多老实的孩子，肯定是被刘勇逼的。他婶子，磊磊都20多了，自己做的事自己担着，刘勇也没赶尽杀绝，赔偿都只要了本钱。谅解书不肯出，也是怕磊磊不长记性。被人害了，还被街坊邻居说闲话。刘勇，你个缩头乌龟，躲起来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出来跟我对峙！你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刘勇在店里忙呢，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行不行？我不起来，他不回来给我道歉，不让磊磊出来，我就坐这儿不走了。小勇啊，你快回来一趟。王婶坐咱们家院子里不走了，又哭又闹的。哎，对，就在院子里坐着呢，你快点回来。刘勇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赶紧去派出所撤案，不然我天天来你家门口坐着，让你妈也没法安生。你这不是难为人家老太太吗？有啥事找刘勇说去，欺负老人算啥？我不管，谁让他是刘勇妈？
他害我儿子，我就让他妈也不好过。你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？当初彩礼里要68万，还要房子要股份，不是你们家提的，那是他愿意娶我女儿，娶不起就别娶，结了婚又离婚，毁我女儿名声，他就得负责。小勇啊，这事儿真要闹到打官司那一步啊！妈，不是我想闹，是他们家没完没了，从领证前涨彩礼，到陈磊偷开客户车，再到赌店门匿名举报半夜撬门，哪次是我挑的事儿？妈知道你委屈，可咱们老街坊住着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真闹到法院，以后咋见面啊？再说了，打官司多丢人啊！街坊邻居指不定怎么说呢。妹子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是他们家先欺负人，咱们占理怕啥？真要是一直忍，他们还以为咱们好欺负，以后更得寸进尺。张奶奶说的对，妈，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能忍就忍，能让就让。结果呢，他们觉得我软柿子好捏，越来越过分。这次我要是再退，下次他们指不定敢干出什么事儿来。可打官司多麻烦啊，又费时间又费钱，赢了又能咋样？还不是结仇？费时间也得打，我不是为了那点争口气，也让他们知道不是撒泼打滚就能横着走。再说了，林律师是我高中同学，人家帮我忙，收费也公道，花不了多少钱。林律师就是那个在县城当律师的婉晴。那孩子我知道，小时候常来咱们巷口玩，正派得很，办事也靠谱，有他帮你肯定输不了。婉晴啊，那孩子是不错，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。你说陈家那婆娘今天能堵咱们家门，明天指不定又干啥。他再上门寻衅滋事，直接按规定处理。妈，你别担心，这事我能处理好，你别跟着操心。我能不操心吗？你爸走得早，我就盼着你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娶个媳妇儿好好生活。现在婚离了，还惹上官司，我这心里……妈，婚离了是因为不合适，不是啥丢人的事儿。打官司也是为了以后能安生过日子。等这事儿了了，咱们踏踏实实开店，好好比啥都强。就是你家小勇懂事又能干，以后肯定能找个更好的，不像陈家，好好的日子做没了，儿子还进去了，以后有他们后悔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就是怕他们家报复。放心吧，妈，店里监控我都加了，家门口我也装了摄像头，他们赶来就有证据。真要是敢干违法的事儿，警察也不会饶了他们。行了，妹子，别想那么多了，饭点了，赶紧做饭。小勇忙一上午了，肯定饿了。哎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小勇，你歇会儿，妈给你擀面条。林律师，今天王娟去我家闹了，当着街坊邻居的面造谣，我妈都气哭了。这个能不能也算名誉侵权？哎，林律师，喝水。你可来了，勇哥正愁不知道怎么补证据呢。没事儿，不难。上午王娟去家里闹事，在场的邻居都有谁？我隔壁张奶奶在场，还有俩路过的街坊，我已经问过了，张奶奶愿意帮忙作证。有一个证人证言就行，再加上家门口的监控录像，足够了。对了，他造谣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记下来。说我设圈套坑陈磊，说我骗婚骗感情，还说我毁了陈雅名声，当着好多人的面喊的。行，这些都算名誉侵权的加重情节。等下我把证言模板写出来，让张奶奶签个字就行。小勇啊，我寻思你这边可能要用，我就自己过来了。要写啥你跟我说，我签字。张奶奶，麻烦你了，还让你跑一趟。你放心，我实话实说，他今天怎么闹的，说的啥，我都给你作证。奶奶，您坐，我跟您说一下证言怎么写，您看没问题就签个字。哎，好，你说。这样就行，还需要我干啥不？暂时不用了，要是开庭需要您出庭，我们再提前跟您说。出庭也行，我不怕，我就实话实说。证据差不多齐了，除了之前的5项诉求，这次上门闹事可以追加精神损害赔偿，金额可以再提一点。钱多少无所谓，主要是能让他知道，随便造谣是要担责任的。林律师，这官司打下来，咱们肯定能赢吧？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胜诉没什么问题，就是时间可能会长一点。一审普通程序得2、3个月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，陈磊那边治安拘留7天，后天就该放出来了。你最近多注意点店里和家里，别让他再搞小动作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已经跟派出所打过招呼，门口也加了监控，他赶来就有证据。还有，要是他们家找中间人说和，你也别轻易松口，要么就按咱们的诉求来，公开道歉加赔偿，要么就等法院判，别像以前似的心软让步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了。以前是觉得一家人没必要算太细，现在都闹成这样了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
勇哥，你出来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刘勇，我想跟你说2句话。进来说吧。不了，就在这儿说吧。进去怕影响你做生意。现在知道怕影响了，当初闹的时候怎么不想着？进去忙你的。刘勇，对不起，我妈今天去你家闹了，我替她给你和阿姨道歉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你回去跟她说，再闹我就直接报警，到时候更难看。我知道，我劝过她了，她不听。我弟后天就放出来了，我怕他出来再找你麻烦，也怕我妈接着闹。那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你该劝的是他们，不是来找我。我知道是我们家不对，可能不能别打官司了？大家都是老街坊，闹到法院太难堪了。赔偿我们给，道歉我们也道，你撤诉行不行？现在知道难看了。当初堵我店肯匿名举报半夜撬门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难看？我知道我们家理亏，可真打官司的话，我弟就更难做人了，以后工作都不好找。刘勇，算我求你了，看在以前夫妻一场的情分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情分？当初你们家逼着我签财产协议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陈磊开着客户车出去撞了人，让我赔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那你要怎么样才肯撤诉？只要你说，我们都答应。第一，陈磊当面给我道歉，赔偿我所有损失。第二，你妈在老街公开给我澄清，消除影响。第三，以后再也不来找我麻烦。这3点做到，我可以考虑撤诉。公开澄清，我妈肯定不会同意的，她最爱面子了。她当初造谣的时候不顾及我的面子，现在凭什么让我顾及她的？行，我回去跟我妈说，我尽量劝她。你回去吧，想好了再找我，想不好就等着法院传票。刘勇这个王八蛋，真敢把我送进去，我跟他没完！儿子，受苦了吧？在里面没挨打吧？都怪妈没用，没把你捞出来。7天，整整7天，我长这么大从没受过这委屈。刘勇敢这么对我，我非让他店开不下去不可。我今天去找刘勇了，他说只要咱们道歉赔偿、公开澄清，他就撤诉。公开澄清？凭啥？我才不去丢那个人，他想得美！姐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居然去求他，咱们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不就是打官司，谁怕谁啊？可咱们打不赢啊！刘勇证据都齐了，真判下来，咱们不仅要赔钱，还得留记录，更丢人。怕什么？他有证据，咱们不会找证据。他跟你结婚半年，凭啥彩礼就退8万8？青春损失费、名誉损失费，咱们也跟他要。妈，弟，没用的。当初彩礼是咱们自愿退的，协议都签了。你怎么老帮着外人说话？是不是还想着跟他复婚？我告诉你，陈雅，没门儿！咱们家跟他仇深似海。你要是敢再跟他联系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我没有帮他，我就是不想再闹了，太累了。累什么累？姐，你就是太软弱了才被他欺负。你放心，这事儿不用你管，我跟妈来处理，非得让刘勇付出代价不可。蕾蕾，你刚出来，先别轻举妄动。妈想了个办法，咱不用硬来。啥办法？妈，你说。咱们去他店里闹，不打人不砸东西，就坐在门口哭，说他骗婚害咱们家破人亡，让他做不成生意。时间长了，他自然就服软了。他要敢报警，咱们就说家庭纠纷，警察也管不了。我再找几个朋友过来撑场面，让街坊邻居都看看他是什么人。不行，这样闹下去更糟，刘勇肯定会加证据，到时候赔的更多。我们娘俩商量事儿，一边去，你别插嘴。大家都来评评理，就是这家店老板刘勇，当初跟我姐谈恋爱的时候，说好了给我买房首付，结果结了婚就反悔，还把我姐甩了，现在又把我送进派出所，简直就是个骗子！又是这家人啊！上次不是说儿子撬门被抓了吗？谁知道真的假的？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明明是你们家狮子大开口，要68万彩礼，还要房子要股份，现在还好意思来闹？你个学徒工，滚一边去！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别动手，门口监控都拍着呢。动手你又想进去蹲几天？我又没打他，我就推一下，怎么了？
你少拿派出所吓唬我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老板欺负人了，动手打人了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喂，派出所吗？永城汽修门口有人寻衅滋事，扰乱经营，你们过来一下吧。你报啊！我就不信警察还能管家庭纠纷。家庭纠纷？我跟你们家早就没关系了，哪来的家庭纠纷？你们多次上门闹事，已经涉嫌寻衅滋事了，这次正好一起算。你少吓唬人！我就坐在这儿，又没碍着你做生意。你坐在我门口哭丧，客人都不敢进来，还说没碍着做生意。等下警察来了，咱们好好算算。又是你们，上次刚放出来又来闹。警察同志，我们没闹，我们就是来讨个说法。骗我姐感情，还害我被拘留，我们就是想让他给个说法。上次就警告过你们，有纠纷走法律程序，再闹就按寻衅滋事处理。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别走，跟我们回所里做笔录，多次扰乱正常经营，该处罚处罚。啊，还要去派出所？我们都走了还不行吗？不行，上次是警告，这次屡教不改，必须严肃处理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刚放出来没2天又往这儿跑，嫌不够丢人是不是？我哪知道警察真来抓呀？我以为就是说说。凭啥抓咱们啊？我们又没砸东西，就坐门口说2句话，凭啥算寻衅滋事？还不服？上次就警告过你们，有纠纷走法律程序，不准堵门闹事。这才几天又来，属于屡教不改，按规定罚款500，再犯直接行政拘留。警察同志，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没教好孩子，罚款我们交，我们以后肯定不闹了。您看能不能别留记录了？记录肯定要留，这是流程。你们要是真不想事儿闹大，就赶紧去法院应诉，别天天堵人家门口耍无赖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应诉？他还真告我们了？人家早就立案了，估计传票这2天就到你们家。你们自己做好准备吧，别再搞这些歪门邪道的。到了法庭上全看证据。告就告，谁怕谁？他能告我们，我们还能告他呢。你还说，要不是你天天惹事儿，能闹到这地步？行了，别在这吵，罚款去窗口交，交完就可以走了。记住，再闹真拘留。勇哥，你看，这半个月因为陈家闹少了快10单保养，亏了好几千。喂，林律师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法院正式立案了，案号已经下来了，传票这2天就会寄给陈家。行，辛苦你了，这么快就立上了，我还以为得等大半个月。你证据全，案情清楚，立案自然快。陈家那边如果找你说和，你别随便答应，先跟我商量。他们家大概率会找熟人说情，你别心软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了。对了，他们今天又来堵门，被警察带走了，罚了款，这个要不要补充进去？要，你把派出所的出警记录要一份，开庭的时候可以提交，证明对方屡教不改，过错程度更重。行，我明天就去派出所开。勇哥，立上案了，太好了，这下陈家该慌了。立上了，咱们该忙啥忙啥，等着开庭就行。我看他们还怎么横，到时候法院判下来，看他们还撒不撒泼。律师同志，我们要打官司，有人诬告我们，你得帮我们赢。别急，先说说什么事儿？谁告你们？告你们什么？就是我前姐夫开汽修店的，跟我姐离婚了，反过来告我们名誉侵权、扰乱经营，还要我们赔钱。明明是他骗婚在先，答应给我买房首付又反悔，他就是个骗子。你姐跟人家结婚，彩礼多少？为什么离婚？当初说好8万8彩礼，后来我们想着儿子要买房，就提了68万，还让他房子加名字，汽修店分我儿子一半。他当时没说不同意，结了婚又反悔，这不就是骗婚吗？领证前你们临时涨的彩礼，还要求房子加名分店铺。对呀，他要是不同意早说啊，拖到领证了才反悔，不是骗婚是什么？害我女儿名声都毁了，我儿子首付也没着落。大姐，这事儿你们不占理，法律规定彩礼是自愿给付，你们临时加价本身就不受支持，更别说要求分人家婚前的房子和店铺了，那都是人家个人财产。怎么就不占理了？他娶我姐，帮衬我弟买房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没有应该的，人家没有义务给小舅子买房。现在人家告你们名誉侵权、扰乱经营，人家有证据吗？
不就是我们去他店里说了2句话吗？能有啥证据？人家要是有监控、有证人、有派出所出警记录，那证据就实了。这种案子你们胜诉概率很低，大概率要赔钱道歉。赔钱？凭啥我们赔钱？你会不会打官司啊？我们是受害者。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，你们要是想打，我可以接，但我得提前说清楚，赢面不大，最多就是帮你们争取少赔点，律师费3000，先交钱。妈，这律师不行，跟刘勇那边的穿一条裤子，咱们换一家。还没打就说我们输，我看你就是骗钱的，我们不找你了。什么人啊，自己不讲理还怪别人。店长您好，我是来应聘导购的。我之前在超市做过收银，也卖过衣服，有经验。你是老街陈家的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儿人招满了，你再去别家看看吧。可是我昨天打电话问，你们还说缺人啊。我能吃苦，工资少点也行。姑娘，不是我不用你，你家最近那事儿，街上都传遍了，又是堵门又是打官司的。顾客要是知道我们店员是你们家的，怕是不愿意上门。我们做小生意的也不容易。我家的事是我家的事，我上班肯定好好干，不会影响店里的。算了吧，你还是去别的地方问问。陈雅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坐着？没什么，出来找工作。我听说你家的事儿了，你妈和你弟也真是的，好好的日子闹成这样。现在街上都在说你们家伏地魔讹人家男方的房子。我知道，我劝过他们，他们不听。你也是，当初刘勇那人多好啊，踏实肯干，对你也上心。你怎么就由着你妈瞎闹呢？现在婚也离了，名声也坏了，工作都不好找。我那时候以为都是一家人，帮衬我弟也是应该的，现在才知道哪有那么多应该的。现在说这些也晚了，我劝你一句，别跟着你妈你弟瞎闹了，赶紧撇清楚，好好找个工作过日子。再闹下去，你这辈子都毁了。撇不清的，那是我爸妈我弟。有啥撇不清的？他们违法闹事儿，难不成你还跟着一起担责任？听我的，回去跟你妈说，赶紧跟刘勇和解，该道歉道歉，该赔钱赔钱，把事儿了了，你还能重新开始。原告这边提交了所有证据副本，你们核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异议。这都是啥呀？聊天记录、监控截图、派出所笔录、市场监管局通知书，怎么这么多？一共5组证据，分别对应彩礼返还、车辆侵占、名誉侵犯、扰乱经营、故意损毁财物，每一项都有对应的书状物证和证人证言。你们可以慢慢看。这是啥？这也能当证据？我们就站门口说2句话，也算扰乱经营？你们连续多次在店铺门口辱骂哭闹，导致客户无法正常到店，有监控录像、证人证言和营业额损失明细，形成完整证据链，当然算。这些聊天记录都是断章取义，我们没说过这些话，是你们 P 的。原始手机载体我们都带来了，当庭可以核证。如果你们认为是 P 的，可以申请司法鉴定，鉴定费你们先垫付。如果确实是伪造的，我们承担全部责任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提前改好了？有没有修改，法庭会核验。你们有没有证据要提交？我们有证据，他答应给我儿子买房首付，还有他骗我女儿感情。口说无凭，有书面证据或者聊天记录吗？当时是当面说的，没聊天记录。那就是没有证据。另外，关于你们说的骗婚，原告提交了彩礼转账记录，还有你们提出68万彩礼房产加名的录音，足以证明是你们临时提高婚约条件，并非原告骗婚。你们还录音？防着点而已，
你算计我们！安静！证据交换不是让你们吵架的。被告方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证据提交？没有的话就签字确认。我们回去再找找，肯定有证据。行，举证期限还有7天，7天内提交不了，就视为没有证据，自行承担不利后果。看来他们没什么准备，开庭压力不大。意料之中。他们除了撒泼，也拿不出什么正经东西。磊哥，真要滑呀！这要是被抓了，又得进去，怕什么？监控我都看过了，侧边照不到，滑完就走，谁能发现？可是，万一有新监控呢？哪儿那么多万一？他害我蹲拘留，罚钱，还告我们家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他真当我好欺负。行了行了，磊哥，滑一下得了，别滑太狠。不行，得让他赔客户钱，尝尝亏钱的滋味。哼，刘勇，你跟我斗，我让你店都开不下去。磊哥，咱赶紧走吧，别让人看见了。勇哥，不好了，客户的车被人划了。坏了，这是赵哥的车，昨天放这儿做保养的，肯定是陈磊干的，太损了！划客户的车，这不是砸咱们招牌吗？刘勇，我车放你这儿保养，怎么划成这样了？我这可是新车。赵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看好车，维修费我全出，再给你补2000块误工费，绝对不让你吃亏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我新车划成这样，心疼啊！到底咋回事？谁干的？应该是有人故意划的。我店里刚装了侧边监控，我调一下看看。你看，就是陈磊，划成灰我都认得。这不是老街陈家那小子吗？他怎么这么缺德？跟你有仇冲你来呀！划我车算什么本事？赵哥，你别气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这事儿必须有个说法。勇哥，这次可不能轻饶他，划客户车已经是故意损毁财物了，够他再蹲半个月的。这次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保全通知已经寄给陈家了，各大平台也收到了协查函，他们后台的发布、转发、删除记录都会永久留存。他们要是现在删帖删视频，还有用吗？没用，公证已经做完了，删帖反而坐实他们主观恶意，后续索赔的时候，这一点还能往上加赔偿额度。那就好，我这边正在整理经营损失明细，老客户也愿意出书面说明，下午就能收齐。你进度比我预想的快，记住别跟他们正面冲突，所有沟通都留痕。放心，吃过一次亏，不会再吃第二次。妈，真要保全啊？那我之前转的那些朋友圈会不会算到我头上？慌什么？删了不就完了？哼，网上的东西删干净了，谁还能揪着不放？哥，再宽限几天行不行？我这边钱很快就到了。宽限？当初说好7天一结，这都第几天了？再拿不出钱，我就按你留的地址去永城汽修找你姐夫要。别，哥，你再给我3天，3天我肯定把钱凑齐。哎，妈，不能再等了。刘勇越告越起劲儿，再拖下去，我高利贷还不上，咱们家还得赔他钱，2头亏。你想干啥？他不是靠证据告咱们吗？我今晚就去他店里，把监控硬盘和账本全拿走。我看他没了原件，还怎么告？我不同意！半夜进店拿东西，那叫偷！真被抓住了，磊磊这辈子就毁了。什么偷不偷的？那店本来就该有雅雅一份儿，拿自己家的东西能叫偷？什么自己家的？婚都退了，那是人家刘勇的店。爸，你就别管了。
现在不把证据毁了，等法院判下来，我不仅要赔钱，还要留案底。到时候我工作没了，房子也没了，你就高兴了？当初我就说别闹别闹，你们非不听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现在说这些有屁用？你要是有本事拿出30万给蕾蕾还债，我们用得着冒这个险？你就会躲，儿子出事了你也不管。妈，别跟他吵，我今晚就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店里监控主机就在前台柜子里，我拔了硬盘就走。你小心点儿，戴个帽子，别被监控拍着脸。放心，他肯定以为我们收到保全通知，忙着删帖呢，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店里。勇哥，都按你说的，前门、后门、库房的监控都换了新卡，主机也设了断网，自动上传云端。我猜他们今晚肯定坐不住，收到保全通知，正常人第一反应是删证据。陈磊不一样，他急着还柴，肯定想赌一把来毁原件。真会来啊？要不咱俩进店守着？不用守，我们就在车里等。他敢进来，就等于自投罗网。勇哥，你咋知道他会走后门？前门有招牌，路人多，他不敢。后门偏，以前他来店里蹭饭，总爱从后门溜进来。他那点小心思，我还能猜不到？磊哥，这可是半夜进店，真出事了我不扛啊！怕什么？就拿个硬盘，他没了证据，告都告不成。哎，那上面是不是还有个摄像头？假的，吓唬人的。他主机都在这儿，拔了线，啥都录不上。找到了，他的客户登记本都在这儿。我把这个也拿走，看他还怎么算经营损失。谁报的警？现场什么情况？我报的，有人刷旧门禁卡闯进我店里，正在翻监控主机和客户资料，人现在还在里面。行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你们在门口等着。刘勇，你阴我！你故意设套等我是不是？我设什么套了？店是我的，监控是我装的。你半夜刷门禁卡进来偷东西，反倒怪我设套。我没偷，我就是进来拿我姐的东西。拿你姐的东西，用得着把我监控主机？用得着翻我客户登记本？勇哥，真让你猜着了，他还真以为拔了主机就没证据了，忘了咱们还有云端备份。他蠢，我没必要跟着蠢。证据要是只放一份，我早被他坑惨。门禁卡哪来的？谁让你半夜进店的？卡是我姐以前给我的，我就是想进去拿点私人物品。拿私人物品，用得着拔监控硬盘？用得着偷拿客户登记本？警官，这是完整监控。他进门先把主机电源，再翻抽屉找账本，全程都拍下来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是气不过他告我们家，想吓唬吓唬他。我没真想偷东西。吓唬人，需要带同伙半夜撬店，需要拿我客户资料。刘勇，不就是进店里拿点东西吗？你至于报警抓他？阿姨，半夜进店拔监控翻账本，这不叫拿点东西，这叫非法侵入损毁证据。什么损毁证据？我儿子就是气糊涂了，想找你说道说道，你至于把人往喷所送？吵什么吵？这里是派出所。妈，别吵了，先问问情况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刘勇，你赶紧撤案，这事儿私了。撤不了，
证据都在，监控、赃物、人证俱全。我儿子还年轻，留案底对你有啥好处？他半夜回我证据的时候，没想过对我有啥好处。请进。刘勇，对方这边希望和解，愿意赔偿你设备损失，你怎么考虑？不和解。刘勇，你别得理不饶人，我赔你钱还不行吗？第一，设备损失该赔多少，按发票算，我不多要。第二，这事儿不是赔钱就能了的，他不是第一次找我店里的麻烦，之前堵门、造谣、撕开客户车，桩桩件件都没算清。那些事儿不是都过去了吗？过去了，我可没说过去。这些都是之前的纠纷。对，我之前一直留着证据，本来打算走民事诉讼，现在他夜闯店铺，性质变了，该怎么算就怎么算。人家证据都留全了，你们之前多次骚扰人家经营，现在又夜闯店铺，确实不是小事儿。那也不能全怪我们啊！他退婚在先，我们就是气不过。退婚是因为你们领证当天临时加价68万，还要房子加名，店破分股。快点删！所有骂他的、说他骗婚的，全删干净，一条都别留。妈，好多消息都超过撤回时间了，删不掉啊！删不掉也得删，先把咱们自己这边的清干净。他没了源头，总不能凭空赖我们吧？可刘勇都做公证了，保全通知都寄到家里了，现在删还有用吗？公证能有几条？他总不能把每一条评论都公证了吧？早知道当初就不发这些。现在说这话有啥用？当初让你发的时候，你不也没反对吗？现在怕担责任啦？这些发布内容、转发路径、评论区，我们都逐一核对过了，可以做电子数据保全。就算对方后期删除，保全记录依然有效。麻烦了，后续对方删除、消耗的操作记录也麻烦一并留存。没问题，平台协查函已经发出去了，后台数据都会同步过来。你证据意识倒是强，从最开始就分门别类存着，连转发路径都录得清清楚楚。刚开始我也没想过要闹到这一步，是他们步步紧逼，我不存证据，根本没法自保。拿着吧，有了这个，他们删得再干净也没用。勇哥，王娟他们开始删消息了。嘿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删了也没用，公证都做完了。那咱们要不要把公证结果发群里，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心虚删帖？不用，等开庭了，把证据往法庭上一摆，比在群里骂100句都管用。今天是社区组织的2次调解，有话桌上说，别来这套。老周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至于闹到法院去吗？孩子们就是年轻气盛，有点小误会。小误会，夜闯店铺、损毁监控设备、持续造谣骚扰，这可不叫小误会。小勇，阿姨知道之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给你道歉。道歉就不必了。按之前说的，只侵权、公开澄清、赔偿损失。还要公开澄清？那我们家脸往哪搁？你们造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别人的脸往哪搁？行，你非要算清楚是吧？那咱们就算算雅雅的青春损失费。我女儿跟你谈了2年，总不能白白耽误吧？青春损失费，我这2年给你们家花的钱加起来快20万，到底是谁耽误谁？谈恋爱花点钱不是应该的？男人追姑娘哪有不花钱的？这是刘勇这2年给陈家的转账记录，红包、住院费、车险、过节礼品合计19万3600。陈雅这边的共同花销只有800多。你说的青春损失有什么依据？我女儿2年青春就值这点钱？王娟，讲证据。我还有证据。
刘勇亲口答应补偿丫丫50万，这有聊天截图。你看，白纸黑字，他自己说的补偿50万。P 图造假还拿到调解室来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伪造证据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什么 P 图？就是他发的，肯定是他删了聊天记录。我手机云端备份都在，运营商也能查聊天记录，要不要申请调取？什么？刘勇居然把假截图拆穿了？妈，你找的人靠不靠谱啊？谁知道他还有云端备份啊？我以为删了聊天记录就死无对证。我就说造假不行吧，你们非不听。现在好了，还写进调解笔录里了，以后更麻烦。麻烦什么麻烦？还没开庭呢，谁输谁赢不一定。高利贷那边催得紧，3天内必须还钱。刘勇那边又越告越凶，再拖下去我真要进去了。别急，妈还有办法。明天我去找刘勇他妈，去他小区哭，去他家门口闹，我就不信刘勇能不顾他妈的脸面。妈，你还要闹啊？再闹下去，事情只会越来越大。你懂什么？他刘勇要脸，他妈更要脸。只要他妈松口，刘勇就得乖乖撤诉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他最孝顺了，肯定舍不得他妈被人指指点点。妈，你明天就去。亲家母啊，你可得管管你儿子呀！他把我儿子送进派出所，还要告我们家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你别在这胡搅蛮缠！你儿子半夜闯人家店里偷东西，被抓了是活该。什么偷东西？就是孩子们闹点小矛盾，你儿子至于赶尽杀绝吗？我们家蕾蕾还年轻，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就毁了。这不是之前说刘勇骗婚的那家吗？怎么又闹到这儿来了？我听说不是骗婚，是他们家要68万彩礼，还要房子加名。大家别听他胡说，就是刘勇负心，骗了我女儿2年青春，现在翻脸不认人。68万一分不能少，转到蕾蕾卡上付首付。大家都听听，领证当天临时加价，要房要店要股份，这婚谁敢结？我儿子退婚退得对。你居然也录音，你们母子俩都一样黑心。我不录音，今天就得被你泼一身脏水。你赶紧走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再闹我就报警了。妈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受委屈了。以前妈总劝你忍，是妈糊涂，现在妈知道了，越忍人家越欺负到头上。儿子，你放心打官司，妈支持你。以后他再来闹，妈就报警，妈给你当证人。阿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还把王娟怼走了。那就好，这事儿也记下来，属于持续骚扰。等立案的时候一起提交。好。对了，立案材料都准备好了吗？都齐了，明天上午咱们去法院递材料。行，明天我准时到。刘勇，起诉书、身份材料、证据目录递进来，一共5项诉求：返还婚约财物，停止名誉侵犯，公开赔礼道歉，赔偿经营损失，承担全部诉讼费用。证据分5类：彩礼胁迫、名誉侵权、扰乱经营、财务侵占、恶意举报，都按时间排好了。挺齐全啊，很多人来立案，材料都乱七八糟的。准备的比较充分，材料齐，符合受理条件。先予受理，缴完费等开庭通知就行。恭喜，正式立案了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真告了，刘勇那小子真把咱们告上法院了。真告了？那怎么办啊？我会不会坐牢？坐什么牢？就是民事诉讼，赔钱了事儿。妈，要不咱们跟刘勇和解吧？和解？和解就得给他赔钱，还得公开道歉。他想让我们丢脸，我也不让他好过。现在就开直播，让大家都评评理。对，开直播，咱们卖卖惨，让网友都骂他。不行啊，之前的造谣都已经公证了，再直播就是新的侵权，只会赔得更多。你懂什么？网友只信眼泪，谁管什么公正？
勇哥，你快看，陈家开直播了，说你逼得他们家破人亡，好多人在评论里骂你，太不要脸了，都被告了还敢造谣！录屏保存，交给律师。就这么看着他们骂，太憋屈了。憋屈是暂时的，他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将来都要在法庭上认账。直播我看见了，我已经让人录屏了，包括评论区的辱骂内容，这属于判决前继续侵权，到时候可以要求加重赔偿。好，我就知道他们会来这一出。你心态倒是稳，换别人早就急着辩解了。法院的判决书比1万句辩解都管用。哈哈哈！被平台掐了，活该！什么破平台？凭啥断我们直播？刘勇那边怎么不断？肯定是刘勇搞的鬼，他故意举报我们。本来就是咱们说的话不对，平台才会封。你怎么老帮着外人说话？我是你妈还是他是你妈？大号封了没事儿，我用小号再发几条视频，就说刘勇动用关系封我们直播，欺负我们老百姓。对，就这么说，网友最吃这胖了，肯定会同情我们。你看，好多人都在骂刘勇，我就说网友都站咱们这边。就是，他有证据又怎么样？舆论站在咱们这边，他赢了官司也丢了名声。还换小号发，以为换个马甲就认不出来了。这文案跟之前的一模一样。不管换多少个号，只要内容指向明确，能证明是他们发的，就都算侵权。辛苦了，这么晚还过来。没事儿。这种判决前继续侵权的情况，及时固定证据很重要。这些评论也能算证据？当然，评论量、转发量、传播范围都是衡量侵权严重程度的标准，传播越广，赔偿越高。那他们这不是作死吗？本来只需要赔一次，现在倒好，越发赔的越多。贪婪的人总觉得自己能赌赢，他们以为舆论能压过法律，其实只是在给自己加筹码。删干净点，应该就找不到我头上了吧？你删那么干净干啥？留点还能当证据。刘勇那边连评论都公证了，再留着只会算到我头上。算你头上又怎么了？你一个女孩子，就算判了，也不会真把你怎么样，大不了道个歉。凭什么啊？当初都是你让我发的，让我转的，现在出事了都算我的。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？我是你妈，我还能害你？让你发两句牢骚怎么了？我就知道，出事了你肯定推给我。你个白眼狼！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本来就是，从始至终都是你和我弟在闹，我就是被逼的。凭什么最后我也要担责任？别吵了，烦不烦？林律，平台那边的数据传过来了。发布账号、转发路径、IP 地址都能对应上。陈雅的账号确实参与了转发和评论，很好。现在数据摆着，他脱不了干系。他之前找我求情，说都是他妈逼他的。那你信吗？以前可能会信，现在不信了。民政局那天他就在场，赌店造谣他也知情，还帮忙转发。他不是无辜，只是不想担责任。你看得挺透。相处2年，总不能一点都不了解。放心，法律会分清每个人的责任，他参与了多少就要承担多少，不会因为一句被逼的就一笔勾销。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。妈，真开庭了，怎么办啊？咱们真要去法院吗？去就去，我就不信他刘勇还能只手遮天。可是咱们证据没他多啊，假截图又被拆穿了，到了法庭上咱们说啥？
他不是靠证据吗？只要他店里的账本没了，经营损失就没法算。可上次我去被他抓了现行，他肯定有防备了。这次你别拿东西，就把他账本撕了，把电脑砸了，证据毁了，他就算赢了也拿不到多少钱。可是上次是治安处罚，这次再去会不会更严重？你想赔他10几万，还是想留案底？毁了账本，最多赔他点设备钱，总比赔10几万强。行，我今晚再去一次，就不信他次次都能等着我。勇哥真来了，还带了家伙。喂，110吗？有人持械撬我店铺门，地址是永城汽修后巷。今天我必须把账本毁了。上次夜闯，你说拿东西，这次持胜撬门，你想干什么？抢劫？什么抢劫？我就是看不惯你恶人先告状。你拿着铁棍撬门还说不是抢劫，警察马上就到，你等着坐牢吧。站住，手里的东西放下。刘勇，你是不是天天等着我来？我不是等你，我是防你。你一次次往我店里跑，我总不能不设防吧？还好你早有防备，换了新锁，还加了防盗链，不然他真闯进去，账本和电脑都得遭殃。他这是第2次了，性质更严重。开庭时间定了，下周3上午9点，县法院第3法庭。好，我提前安排好店里的事。庭审流程我跟你说一下：先宣读诉求，再举证质证，然后法庭辩论，最后陈述。你不用紧张，大部分我来说，你只需要如实回答法官的问题就行。我不紧张，证据都在，没什么好慌的。你心态是真的好，很多当事人开庭前都焦虑的睡不着觉。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该留的证据都留了，没什么可焦虑的。对了，陈磊持械寻衅滋事的案子，警方那边怎么说？已经立治安案件了，说等这边民事开庭完再处理他的事。那就好，多次侵权屡教不改，法官会酌情加重赔偿。这可怎么办啊？真要开庭了，咱们肯定输，到时候又赔钱又道歉，磊磊还得被拘留。当初我就说别闹别闹，你们非不停。现在好了，捅出篓子了，知道怕了。现在说这些有啥用？你倒是想个办法啊！我能有啥办法？证据都在人家手里，咱们理亏。要不，咱们找刘勇和解吧。该道歉道歉，该赔钱赔钱，争取让他少要点。不行，道歉多丢人啊！街坊邻居都看着呢，以后我还怎么出门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顾着脸面？再闹下去，我弟真要坐牢了。这是你爸当年留下的账，你买房的钱，一部分是你爸的补偿款，一部分是你在外打工寄回来的，还有10万是我借你的，每一笔都有单子。周叔，谢谢您，这些单子我自己都快丢光了，您还替我留着。你爸走的时候嘱咐我看着你点。这些太重要了，有了这些原始单据，直接就能推翻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房子是小勇婚前全款买的，跟陈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周叔，开庭的时候可能需要您出庭作证，证明资金来源。没问题，我肯定去。臭小子，还挺横，真以为自己赢定了？妈，他怎么说？肯不肯和解？和解个屁！他说有事法庭上说。那怎么办啊？咱们啥证据都没有，去了不就是挨骂吗？慌什么？他有房产证，咱们就说房子是准备结婚用的。妈，人家有购房合同和汇款单，都是婚前的。咱们这么说，法官不会信的。信不信是法官的事儿，说不说是咱们的事儿。就是，不能认输。店是他婚前开的，都开3年。你怎么老帮着他说话？
他开了3年，怎么了？勇哥，都翻出来了，开店第1年的设备发票、进货单、租赁合同全在这儿，都是你婚前办的，名字都是你。陈家肯定会主张店铺是共同经营，有了这些，他们的说法就站不住脚。真够不要脸的！店开了3年，他们1分钱没投，还总来蹭免费保养，现在居然想分店。漂亮小丑罢了，他们说啥没用，得看法官信啥。勇哥，开庭那天我能去旁听不？我想亲眼看着他们输。可以，带好身份证就行。今天合投店铺经营权和资产归属，主张分割店铺收益的一方提交出资或参与经营的证据。我女儿跟他谈了2年，经常去店里帮忙，那就是共同经营，收益当然有雅雅一份儿。你参与经营了，负责什么？记账还是接待？我就是偶尔去店里坐会儿，帮着招呼一下客人。这是店铺2年的考勤表和工资表，所有员工都有记录，没有陈雅的名字。没错，陈雅来店里基本都是坐着玩手机，要么就是找勇哥要钱，从来没干过活。她是准老板娘，用得着打卡上班吗？这是2年里陈家车辆来店里保养维修的免单记录，一共27次，合计8000多。店铺开设时间早于双方恋爱时间。就算店是他的，那他当初也答应过我2成股份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订婚之前你说的，说以后都是一家人，店里有我一份儿。听听看，是谁在民政局门口强行要求店铺分2成股份？汽修店必须给蕾蕾2成股份，少一样，这婚就别结。索要股份的前提是结婚，现在婚没结成，索要没有依据，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协议佐证，且是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，未结婚不生效。那他耽误我女儿2年，店里赚的钱分点给我女儿，怎么啦？店铺经营收益属于个人财产，不能因为谈过恋爱就分割。太爽了！刚才王娟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，跟调色盘似的。还没开庭呢，只是庭前询问。今天核对完店铺资产，陈家想分房分片的主张都站不住理了。接下来就是名誉侵权和经营损失的核对。那还用说？证据那么全，他们肯定赖不掉。明天核对经营损失，张先生那边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他明天准时到。我在永城汽修保养了3年，一直很信任刘老板。上次我的车被陈磊私自开走，我确实很生气，退了全年保养套餐。退套餐的原因就是因为车辆被私自开走。对，我把车放在店里保养，结果被陌生人开出去炫耀，换谁都不放心。后来刘老板主动赔了我违约金，还跟我解释清楚了，我才知道跟他没关系。不就开了你2天车吗？至于退年卡吗？小题大做。小伙子，那是我的车，你未经同意开走，已经违法了。除了张先生，还有6位客户因为车辆事件取消了预约。后续堵店造谣期间，又有11名客户退单，所有退单都有聊天记录和时间对应。客户退单是他自己手艺不好，凭啥赖我们？堵店当天，3位客户开车到门口，看见有人拉横幅，直接掉头走了。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时间能对应上，关联性可以认定。之前陈磊给我打电话，威胁我不准给刘勇供货，说不然就砸我仓库。当时怕他真来闹，停了半个月的货。谁敢帮刘勇？我让他车都修不了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我没真去。你是不是随口说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当时信了，停了供货。因为断供耽误的订单损失，我们也统计在内了。这部分属于恶意干扰经营，应当赔偿。威胁供应商，干扰正常经营，这个性质比赌线更恶劣。他就是小孩子气，说句气话哪能当真啊？是不是气话，要看造成的实际影响。供货中断是事实，损失也是事实。张哥、李哥，今天谢谢你们了，耽误你们时间了。客气啥？你做人实在，我们都信得过。就是，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像他们家那样靠闹吃饭，早晚栽跟头。今天很顺利，经营损失的事实基本认定了，金额方面法官会酌情核定。
多亏了2位大哥愿意出面作证。也是你平时做人靠谱，人家才愿意帮你。这是我们家雅雅谈婚期间的花销，还有青春损失费，加起来一共50万，刘勇必须赔。50万？你这小票加起来也没几万啊！还有青春损失费呢！我女儿跟他谈2年，最好的年纪都耽误了，不止50万。我们一项一项核对。首先，青春损失费没有法律依据，不会支持。凭啥不支持？我女儿白跟他2年了。安静，听律师说。这张外卖，付款人是陈雅，收货地址是她自己家，这属于个人消费，不能算恋爱损失。那是跟他谈恋爱才点的。谈恋爱不是个人消费的理由，正常吃饭约会属于自愿支出，无权要求返还。还有这个嫁妆家电8万8，我们家买的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拉去刘勇婚房了，这个总得赔吧？我婚房的家电是我自己5月买，有安装单和付款记录。你这张票是8月开的，比安装晚了3个月。这是刘勇购买家电的发票、安装记录、付款凭证，日期是去年5月18。你这张8月26的票说是嫁妆，时间对不上，确实晚了3个月。而且付款人是家电城老板的个人账户，不是陈雅，也不是你。后开的票怎么了？当时忘了开，后来补的不行啊？补开的票据没有对应的付款记录、送货记录，证明不了实际购买，也证明不了送到了刘勇家里，假票据没用。你说谁假票据？这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我们会核实。伪造证据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，严重的还会罚款、拘留。今天陈家的损失清单基本被扒干净了，没一项能站住脚。意料之中，他们拿出来的账本来就是东拼西凑的。我没想到他们连假发票都敢拿出来，真不怕被处罚啊？贪婪惯了，总觉得能蒙混过关。下周3正式开庭，你再熟悉一遍证据目录，法官可能会问你几个问题。好，回去我就看。先由原告举证，说明证据名称、证明目的。第一组婚约财产类，民政局录音、聊天记录、转账明细，证明被告领证当天索要68万彩礼，房产加名，店铺分股，导致婚约解除，且原告恋爱期间支出19万3600元。那都是气话。被告先别打断，等下有你们质证的时间。第二组名誉侵犯类，公证书、录屏、平台后台数据，证明3被告多次在业主群、短视频平台发布不实言论，造谣原告骗婚、转移财产，造成原告名誉受损。第三组扰乱经营类，出警混账、监控视频、客户退单记录、证人证言，证明被告多次堵店、造谣、威胁供应商，造成原告经营损失。我们有青春损失清单，还有嫁妆家电发票，还有吗？还有陈雅2年青春，难道不算证据？青春损失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，还有其他书面证据吗？还有这个，刘勇承诺补偿50万的聊天截图。这张截图我们之前核对过，是伪造的。我们有原始聊天记录和云端备份可以佐证。被告，这张截图你能提供原始载体吗？手机坏了，记录都没了。没有原始载体，真实性无法认定，这份证据不予采印。陈家没什么有效证据，大部分主张都站不住脚。他们本来就没理，全靠撒泼耍赖，真到了讲证据的地方，自然没话说。我看陈磊刚才神神秘秘的，好像还有什么后手。随他出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现在心态是真好。证据都在手里，没什么好慌的。现在就名誉侵权部分进行调查。我不知道是假的，都是我妈让我转的。对，都是我让她转的，跟雅雅没关系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审判长，我方提交平台后台数据，证明陈雅不仅转发了视频，还在评论区置顶了造谣留言，并且在多个亲友群发布统一话术。陈雅是完全群事行为能力人，应当知道转发不实言论会造成名誉受损。她不仅转发，还主动引导评论，不属于不知情。我没有引导，我就是气不过。领证前3天，你给刘勇发消息，让他先别跟你妈顶嘴。你弟首付缺口大，让他撑一下，
你对68万的真实用处完全知情。被告陈雅，你是否清楚68万是给你弟弟付首付？我知道一点。你没逼我，但你默认了。民政局那天，我问你是不是也这么想，你低头不说话。你妈堵我店，你站在旁边不拦。你弟造谣，你帮忙转发，你不是无辜的，你只是不想担责任。你别欺负我女儿，她就是心软。被告注意纪律。陈雅全程参与，且主观上明知内容不实仍进行传播，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。你刚才那段话说的挺好，直击重点。憋了很久了，从退婚到现在，他总说自己被逼的，无辜的，可他每一步都选了帮他家里。懦弱也是一种选择，他选择了站队，就要承担后果。其实我以前想过跟他好好过日子。人总是会变的，不合适的人早散早好。被告陈磊，你说有原告偷税漏税的证据，呈上来。就在这里面，他店里的账都是假的，他偷税漏税。审判长，里面是一些店铺流水截图，没有偷税漏税的直接证据。怎么可能？那人说里面有实锤的。审判长，我方店铺账目齐全，每年都按时报税，有税务部门的管税证明，有检查合格通知书为证。被告陈磊，你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偷税漏税，且税务部门已经出具合格通知，该项主张不予采信。审判长，被告之所以屡次造谣、恶意举报，本质上是因为原告拒绝支付68万彩礼，而这笔钱根本不是彩礼，是给陈磊付婚房首付的。胡说，就是彩礼。这是领证前一天，陈雅写着首付尾款本楼最内补齐，逾期认购作废。被告陈雅是否属实？再结合民政局录音，王娟明确要求68万转到陈磊卡上，给他付首付。可见这笔钱名义上是彩礼，实际是陈家索要的，用于给儿子买房的钱款。给我付首付怎么了？他娶我姐，帮我买房不是应该的吗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姐夫必须给小舅子买房。你们以结婚为要挟，索要巨额财物用于弟弟购房，属于典型的借婚姻索取财物。双方对这笔钱的用途还有补充吗？被告陈磊借高利贷，私自填写原告店铺地址作为联系地址，导致催债人上门堵店，进一步加剧了经营损失。我就是随便填的，谁让他不肯给钱？随便填写他人地址导致催债人上门，已经构成骚扰。我退婚不是不想结婚，是不想娶一个伏地魔的老婆，不想被一家子吸血。审判长，我是刘勇父亲的老朋友。刘勇买这套房子是他父亲的工亡补偿款，一部分是他自己在外打工攒的，还有10万是我借给他的，每一笔都有汇款单为证。房子是领证前1年买的，全款登记在刘勇一个人名上。买房的时候，他还没跟陈雅谈恋爱。买房是为了结婚，就算是婚前买的，也该有雅雅一半。婚前个人全款购房，登记在个人名下，婚约未缔结，更不存在分割一说。被告曾主张婚房是共同奋斗所得，但没有任何出资记录、还款记录。相反，原告的资金链完整，从来源到支付全程清晰可查。踏实肯干，1分钱都是血汗挣的，不能平白被人讹走半间房子。装修的时候，我们家也去帮忙了，挑窗帘、选家具，雅雅都参与了，这不算贡献吗？装修是原岗婚前独自痛付款正真，被告所谓的帮忙挑窗帘只陪同参考，没有实际出资，不构成对房屋的贡献。装修的时候，你们家没出1分钱，没出1分力。陈雅就去过2次，还是去看装修进度，顺便问我要零花钱。陪他看装修不是付出吗？时间不是钱吗？陪同参考装修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出资或劳务贡献，该项主张不予支持。好小子，沉得住气，没给你爸丢脸。周叔，今天谢谢您出庭。谢啥？应该的。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别再被人坑了。房产、店铺、彩礼，核心事实都认定了，剩下的就是赔偿金额和道歉方式。总算快结束了。结束了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好好经营店铺，把之前耽误的生意补回来。还有，想请你吃顿饭，好好谢谢你。好啊，等案子结了。审判长，这是永诚汽修从开店到现在的所有票据，全是勇哥婚前办的，名字都是他。开店头半年，勇哥睡在店里的沙发上，没日没夜干活，才把店做起来。那时候他还没跟陈雅谈恋爱。就算店是婚前开的，谈婚期间赚的钱也该有我姐一半。
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收益，婚前开派，婚后未共同经营的，属于个人财产。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亚参与了经营管理，相反，证据显示陈家多次到店闹事，干扰正常经营。被告不仅没参与经营，还多次破坏经营。现在反过来要求分割收益，于法于理都不通。店铺归属和经营性质，法庭会结合证据综合认定。这2年，陈家的车来保养维修，一共27次免单，材料费加工时费合计8762块。勇哥一直当一家人，没好意思收钱。你车追尾那次，钣金加喷漆收你钱了吗？还不是勇哥自己掏的成本。亲戚之间修个车算什么钱？亲戚？你们赌店造谣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是亲戚？证人注意措辞。免单属于恋爱期间的人情往来，我们不主张返还，但能侧面证明陈家不仅没对店铺投入，反而一直在享受免费服务。被告方对店铺属于原告个人财产还有异议吗？我们有异议，他店铺能有今天，也有雅雅的功劳。请提交证据。他陪他吃苦了，陪吃苦不属于法定分割理由，没有出资，没有参与经营，无权分割店铺收益。那天我去取车，才知道车被陈磊私自开走了。我当时特别生气，车是我的，凭什么被陌生人开出去炫耀？赔了违约金，还帮我把车做了全面检查，才没继续追究陈磊的责任。被告陈磊，车辆是你私自开走的？我就开了2天，又没撞坏，多大点事儿？小伙子，这不是小事儿，未经车主同意开走他人车辆，属于侵占。真要追究，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跟刘勇是亲戚，开他客户的车怎么了？他都没说啥，轮得到你说？我没说啥，是因为我先给客户赔了损失，但不代表你做的事是对的。车辆事件发生后，7位客户取消了预约，3位客户退了年卡，店铺信誉受损，评分从4.7掉到3.1，这些损失都是被告私自开车直接导致的。评分掉跟我有啥关系？他自己手艺不好。车辆事件传开后，很多客户担心店铺管理混乱，不敢来修车，评论里都在说连客户车都看不住。我当时也在车主群里说了这事儿，确实有很多车友说暂时不敢去了，怕自己车也被随便开。关联性可以认定。车是我从店里开出来的，说明他们店管理不严，他自己管理有问题，凭啥全赖我？管理有问题是我都该整改，但你偷开客户车是你违法，一码归一码。原告已经就管理问题进行了整改，但不能因此免除被告的侵权责任。车辆侵占事实清楚，由此造成的经营损失，被告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车辆这部分也稳了，现在就剩名誉侵犯和总赔偿金额的核定。多亏了张哥愿意出庭，也是你平时做人到位，人家才愿意帮你。恋爱期间，原告向被告及其家庭转账消费共计19万3600元，其中包含王娟住院费、陈磊车险、节日红包、礼品等。谈恋爱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？男人追女人哪有不花钱的？这些支出里，大部分是被告以结婚为名义索要的，比如弟弟车险先帮我垫一下，我妈住院钱不够，都属于附条件赠与。现在婚没结成，条件不成立，大额支出应当返还。哪些是大额支出？住院费1万2，切险6800，3金1万8，还有几笔5000以上的转账，合计12万左右，属于大额支出。剩下的小额红包、吃饭嗨销我们不主张。凭啥返还？都是他自愿给的，又没人逼他。是我自愿给，但前提是我们要结婚。他还好意思要钱？我们家雅雅还倒贴他20万呢。请提交倒贴的证据。就是平时吃饭买东西，雅雅也花了钱。我方统计过，恋爱期间陈雅的共同支出只有3笔饭钱，合计876元，不存在20万倒贴。被告在网上造谣倒贴20万，刘勇吃软饭，与事实严重不符，属于恶意诽谤。我就是随口说说，谁让他先退婚的？随口说说，这句话传遍了整个小区和车友群，造成原告社会评价严重降低。倒贴20万的说法，被告承认发布过。发过，我们就是气不过，说2句气话。气话也不能捏造事实，诽谤他人。公民享有名誉权，受法律保护。领证当天，你母亲提出68万彩礼，房子加名，店片分股，你当时在场吗？在。你当时是什么态度？同意你母亲的说法吗？我觉得我妈要的有点多，但我不敢说，
我怕他生气。领证前3天，你给刘勇发消息，说我弟首付缺口大，你先撑一下，是不是说明你知道68万是给你弟弟付首付？也就是说，你明知这笔钱是用于弟弟购房，依然默认你母亲向原告索要，对吗？我也没办法，我就这一个弟弟，他买不了房就结不了婚。你弟弟结不了婚，不该由原告来买单。那些造谣的视频和文案是你发的吗？视频是我妈让我拍的，文案是我弟写的，我就是顺手转了一下。你知道内容是假的吗？知道一点，但我妈说，只要我们闹得凶，刘勇就会心软给钱。你明知道是假的，还转发扩散，就构成侵权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能不能不让我赔钱道歉？不能，你做错了事，就要承担后果。陈雅基本都认了，名誉侵犯这块他脱不了干系，但责任比王坚和陈丽小一些。他主要是懦弱，没什么主见，但懦弱不是免责的理由。你对他一点旧情都没有了？从他默认他妈提条件，跟着一起造谣的时候就没了。感情是相互的，我真心想成家，他却跟着家里一起算计我，这样的感情不值得留恋。被告王娟的侵权行为主要分为3项：在公共场合胁迫原告，造成原告社会评价降低。68万1分不能少，少1样，这婚就别结。第二，多次到原告店铺拉横幅、辱骂闹事，扰乱正常经营，造成经济损失。第三，私自进入原告婚房，企图搬家电抵债，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。3项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达半年，主观恶意明显，情节恶劣。我辛辛苦苦养女儿20多年，她说退婚就退婚，我心里气不过，才闹了2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气不过不是违法的理由，讨公道可以走合法途径，不是赌店、造谣、私闯民宅。我退婚是因为你们领证当天临时加价，要房要店要巨款，不是我辜负你女儿，是你们家的条件我高攀不起。这半年我店被堵，名声被毁，我妈被人指指点点，这些损失不是一句气不过就能抵消的。被告王娟对原告陈述的3项行为是否认可？是有这么回事，但没他说的那么严重。具体情节，法庭会结合证据综合认定。我方请求法庭依法判决3被告停止侵权，公开赔礼道歉，返还婚约财物，赔偿经营损失及精神损害抚费金，合计18万6千元。18万？你抢钱啊！被告保持安静。还来这套，除了造谣泼脏水，他们就没别的招了。应该是王娟拍的，那天在法院走廊我看见她了。他想拿这个威胁你，让你让步。大概率是觉得我怕绯闻，怕影响名声，就会乖乖妥协。你要是觉得麻烦，我可以发律师函警告他。不用，随他发，清者自清。他要是真发了，就是新的侵权证据，刚好追加赔偿。你现在倒是越来越会抓证据了。跟你学的。对了，陈磊那边的治安案件，警方说要拘留10天，估计判决书下来他就得进去。意料之中，2次闯店还持械寻衅，拘留都是轻易。他要是聪明点，就该老老实实等着判决。可惜他偏偏不老实，本性难移。我就不信他不怕。堂堂汽修店老板跟女律师不清不楚，传出去他名声也不好听。妈，你太厉害了，他肯定怕这个，说不定就同意和解，少要点钱了。妈，这样不好，照片是偷拍的，内容也是假的，再发出去又是侵权。侵权什么侵权？他本来就跟那女律师走得近，我说2句怎么了？就是，都这时候了，还管什么侵不侵权？能让他少要钱就行。可是别可是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他要是不同意和解，我就把照片发到业主群、车友群，让大家都看看他是什么人。刘哥，不好了！王娟真把照片发业主群了，还说你跟律师有一腿，是你找小三才退的婚，太过分了！都快宣判了还造谣，咱们赶紧澄清吧。不用急，先录屏保存，然后把截图发给林律师。就这么看着他们说？急什么？他发的越欢，证据越足，等判决下来，一起算总账。
截图我收到了，我已经让助理做录屏保全了。宣判的时候可以追加这一项侵权。好，那就等判决下来一起算。本院认为，原被告婚约解除，被告借婚姻索取的大额财物应当予以返还。三被告捏造事实诽谤原告，已构成名誉侵权及经营侵权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判决如下：被告王娟、陈磊、陈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刘勇婚约财物，共计12万元。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，在业主群、短视频平台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，置顶保留30日，增减应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6万3千元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起上诉。刘勇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！12万加6万多，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啊！拿不出可以分期，但道歉和赔钱必须执行。我们道歉了，赔钱能不能少点？磊磊都跑了，我们家现在真的困难。困难不是你们侵权的理由。当初你们闹我店造我谣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困不困难？王女士，判决已经生效，如果拒不履行，原告可以申请强制执行，你们还会被列入失信名单。儿子，咱们赢了。赢了，恭喜，判决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好一点。多亏了你。是你证据留的全。林律师，今天别走了，去家里吃饭吧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。去吧，尝尝我妈手艺。好啊，那就麻烦阿姨了。按判决要求，业主群和短视频平台都要发，置顶30天。现在录吧，照着稿子念。还要置顶30天，至于吗？判决书写得很清楚，要是不执行，我们会申请强制执行，还会有延迟履行金。我叫王娟，之前在业主群网上发布关于刘勇的不实言论，对他造成了名誉损害。我现在公开道歉，删除全部内容，以后不再造谣。停，稿子写了明，要不实言论具体是什么？骗婚、盗贴、转移财产都要提到。道个歉而已，用得着这么较真吗？用。你当初泼脏水的时候，可是说的明明白白，道歉也得说清楚。视频发出去。视频发出去，30天内不能删，不能隐藏。我们会每天查看。18万多啊！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？磊磊还在外面躲着，高利贷也催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妈，要不把房子卖了吧？先把钱还上，再把高利贷清了。不行，房子卖了咱们住哪？磊磊以后结婚怎么办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想让他结婚？他自己闯的祸自己躲出去，让咱们在家替他扛。强制执行申请已经受理，我们会冻结对方名下的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，查询财产线索。如果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，会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限制高消费。好，麻烦您了。对方名下有一套老宅，还有存款吗？初步查了一下，存款不多。老宅是集体土地上的自建房，处置起来比较麻烦，不过可以先动账户，限高，逼他们主动履行。按程序来就行。你就不怕他们真没钱，拖着不给？拖着就拖着，反正判决已经下来了，他们赖不掉。限高失信对他们的影响比我大。也是，王娟好面子，真成老赖了，她比谁都急。我不急，慢慢等。刘勇这小子真够狠的，居然真申请强制执行，把我银行卡都动了。妈，早就让你把钱给人家，你非拖着，现在好了，卡都用不了了。我哪知道他来真的？我以为他就是吓唬吓唬咱们。人家证据确凿，官司都赢了，凭啥吓唬你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微信、支付宝都用不了，出门都不方便，还能怎么办？还钱啊！把钱还了，自然就解冻了。18万多呢，就这么给出去，我不甘心。不甘心也得给，不然成了老赖，以后出门连高铁都坐不了。我弟更别想考公，找好工作。
刘老板，之前误会你了，对不住啊！今天特意过来修车，支持一下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，您放心，车给您修的明明白白的。勇哥，这礼拜预约都排满了，比之前生意还好。好好干，别砸了招牌。放心吧。可以，按法院的执行和解程序来。这里面有8万，是我们家全部积蓄了，剩下的10万我们分期还，每个月还5000，2年还清。原告，你同意这个方案吗？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道歉必须按判决执行，置顶30天，1天都不能少。行，道歉我已经发了，肯定不删。还有，陈磊回来之后，治安拘留必须执行，他2次闯我店，该承担的责任躲不掉。行，他回来我就劝他去自首。如果1期不还，我们可以申请恢复执行，直接处置你们名下财产。不会的，我们肯定按时还。总算告一段落了。折腾了大半年，终于落定了。怎么样，大获全胜的感觉？也不算大获全胜，折腾这么久，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，只是讨回了本该属于我的公道而已。你这心态真的难得。说真的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要是没你，我可能走不到这一步。客气什么？我是律师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不管怎么样，欠你一顿饭。今天有空吗？我请你。好啊。这家菜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好吃。案子结了，你接下来忙吗？还好，没那么忙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跟你聊天挺舒服的，以后就算没案子，也能常联系吧？当然可以。今天谢谢你的饭。应该的，早点休息。各位稍等，先登记一下，按顺序来。刘老板，我可是看了道歉视频过来的，就冲你这硬气，以后修车就认你家了。多谢支持，放心，手艺、价格都给您弄实在的。勇哥，这礼拜营业额比之前最好的时候还高2成，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。别得意，生意越好，越要把好质量关，不能砸了招牌。放心吧，勇哥，我都盯着呢。王娟第1期还款已经到账了，后续每期法院都会盯着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对了，我听说你生意越来越好了。还行，老客户都回来了，还多了不少新客户。挺好的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也算因祸得福。不是因祸得福，是公道回来了，生意自然就回来了。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好啊。受苦了吧？快多吃点。出来就好好找份工作，别再惹事了。欠人家的钱慢慢还。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吧，别再想歪门邪道了。勇哥，这地方位置好，周边小区多，车流量大，开分店肯定火。位置是不错，就是租金有点高，得好好算算成本。这条免租期太短了，还有装修责任划分得改一下。设备采购合同也要注意售后条款。你说的对。还有，分店注册成个体还是公司，你得想好，各有利弊。我想想，你要是有空帮我参谋参谋。行啊，咨询费打折给你。地方挺大的，能放4个工位，还能隔个休息区。我打算前面做接待，后面修车，2楼当办公室和库房。规划的挺好。其实我之前没想过这么快开分店，经历了陈家的事儿，我反而想通了，日子得往前看，越过越好。挺好的，
人就该往前看。婉晴，我想要以后的日子都有你一起。听说了吗？刘勇要开分店了，人家生意越做越大了。可不是嘛！再看看陈家，儿子留了案底，欠了一屁股债，真是没法比。刘勇，你别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蕾蕾，你想啥呢？可别再干傻事儿了。没什么，妈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雷哥，要不撤吧？这一套好几万，逮着要坐牢的。怕个屁！刘勇害我留案底欠外债，我拿他点东西怎么了？撬锁入室盗窃，人赃并获，跟我们走。刘勇，你故意设套业务啊！你天天来踩点儿，我们第一天就盯上了。刘老板说了，耍歪心眼的，他惯着。涉案4万3，加上他之前的治安处罚记录，属于违犯，已经立刑事案件。啥？刑事案件？拿点东西咋还坐牢啊？入户盗窃事额较大，基准刑3年以下，累犯从重，基本是实刑。刘勇，我求你撤案！蕾蕾还年轻，不能坐牢啊！他闯我老店砸设备、堵门闹事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拦着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后果自己担。安静！再闹案扰乱公务一起处理。丫丫，把你攒的钱和剩下的彩礼都拿出来，就你弟要紧。没钱，就算有也不会拿。你个白眼狼，那是你亲弟弟。他走到今天，不全是你惯的？从要彩礼逼我算计刘勇，到跟着你们造谣闹事，我受够了。房子我不要，债你们自己还，以后各过各的。你走，走了就别回来。勇哥，开业第一天预约排到后天了，年底就能开3店。多谢各位捧场，老规矩，手艺实在，价格公道，绝不糊弄人。恭喜啊，刘老板，2店都开起来了。以后还有3店4店，往后的日子我都想跟你一起过。